只是想用别天神控制傅说，阻止宇智波叛乱，这真行得通吗？我们先来复盘一下当时的情况。歹徒释放九尾进攻木叶村，但九尾眼睛上出现了血灵眼的图案，让高层和民众都怀疑九尾事件是宇智波一手策划的。宇智波觉得很冤枉，但又无力自证清白。随后又上报了宇智波确定要造反的消息，让高层动了除掉宇智波一族的念头。接着止水密会三代，说先让他在几天后的宇智波的集会上观察一下傅说的态度，再做决定。如果傅说执意政变，那他就用别天神改写傅说的意识来阻止叛乱。这听着好像没问题，但你仔细想一下，止水这法子根本行不通。问题就出在别天神上，别天神可以在不被对方发现的情况下，直接入侵对方的大脑，修改对方的意识，让中术者觉察不到自己中了别天神。这倒没什么问题，从团藏控制三传我们就能看出。但问题是你自己是察觉不到中了幻术，但不代表别人察觉不到啊。中术者不会想着去解开别天神，但不代表别人不可以帮你解开啊。旁人是可以通过你的言行举止来判断你是否正常的，好比你之前闻到折耳根就会约，结果隔了一天又在用折耳根拌饭吃，那旁人肯定会觉得你有问题啊。大家想想，在无影护团上，秦为什么会用白眼去确认团藏呢？不就是因为三传的发言很不正常吗？三传作为一个中立国的主持人，竟然在对五大忍村选联金统帅指手画脚，还把其他四影都踩了一遍，最后推选了团藏。他踩大野木的理由也很搞笑，他说大野木年纪太大了，缺乏执行力。难道团藏年龄不大吗？大野木79岁，团藏71岁，是差很多吗？大野木还没到像团藏那样走路还要拄拐杖的地步吧？正因为三传这一系列反常的言论，才让秦觉得是有人在操控三传。为保险起见，他就用白眼去确认了一下状况，果不其然，就是团藏的别天神在搞鬼。这就证实了我上面说的，你自己是觉察不到自己中了别天神，但别人是可以的，就是通过观察你的言行举止来判断。宇智波事件也是一样的，傅说昨天晚上还在鼓动大家造反，结果隔天中了别天神又不想造反了，那是不是就有人觉得这事有蹊跷呢？要知道，想造反的不只是傅说一个，其他族人可能比傅说更激进。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员，难道就不会想着用血灵眼去打量一下傅说，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被谁操控吗？用血灵眼扫描一下傅说，这应该不费什么劲吧，也很容易办到吧？毕竟都生活在一个院子里，说不定哪天忘了关血灵眼就瞟到了傅说呢。更别说止水的查克拉颜色还那么特别，不要太好辨认哦。除非你止水能用别天神控制所有人，但凡有一个漏网之鱼，那你这法子就行不通。那我就可以帮对方解开别天神。这时肯定又有人要说了，中了别天神是不能被解开的，依据呢？漫画和公式书哪里说了中了别天神是不能别人帮忙解开的呢？连辉夜的九个域轮回血灵眼发动的无限阅读都有破解方法，你区一个万花筒血灵眼幻术还不能破解了？你觉得可能吗？这时肯定又有人要说了，公式书里写了别天神是最强幻术，我没记错的话，上面写的应该是止水的最强幻术吧？请不要擅自去掉定语。别天神要是火影里最强的幻术的话，那你让佐助这6个域轮回眼幻术和辉夜的无限阅读情何以堪呢？所以说呢，别天神根本没有那么神，止水这办法压根就是行不通的。止水根本没有那么大的能耐阻止宇智波叛乱，木叶和宇智波的矛盾是常年积累下来的，那是靠和谈就能解决的啊。更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就能让双方一笑泯恩仇的。你能控制傅说，那能平息全族那么多人对木叶的仇恨吗？仇恨的种子一旦发芽，就很难被掐断了。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一世。历史课本里这样的案例不要太多，更何况他们不是别人，是思想非常容易走极端的宇智波。你看看吧，年轻时的那些仇恨和不甘，可以让他记一辈子。他都快老死了，都还想着转身后再来报仇，这在我们看来完全大可不必。很多事人到中年可能就放下来了，但他们宇智波可不会这么想哦，做的是一个比一个极端，不全部覆灭，蓝宝不会酿成大祸。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这不是博人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岸本在2015年画的2个火影忍者外传在我视频里的出镜率出奇的高。由于讲的是鸣人佐助成年后的故事，难免会被认作是博人传，所以但凡有涉及到这2个外传的内容，我都会不厌其烦的在前面加上一句岸本亲笔画的火影忍者外传绯红花月篇。在岸本画的火影忍者外传绯色花月篇中，最早出自岸本画的火影忍者外传绯红花月篇。你要是不加，那马上就会被起脸。不会有人觉得博人传和火影是一回事吧？你用博人传的设定来套火影，垃圾博人传，关我大火影什么事？博人传又在毁设定了，博人传又在削弱鸣人佐助了，博人传那没事了。所以本期视频我就来整合一下在这2个火影忍者外传中出现的新设定。佐助学会时空间忍术，但发动时空间忍术很费蓝。
佐助在绯色花月篇里的初登场是3勾玉血灵眼加5勾玉轮回眼的配置，直到第8话恢复了瞳力，才变回了万花筒血灵眼和6勾玉轮回眼。佐助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潜入辉夜的时空间里消耗了大量查克拉。外传里佐助虽没有使用过时空间忍术，但这台词基本就实锤了佐助现在已经学会了时空间忍术，并且发动时空间忍术非常耗蓝。后面我们在博人传里看见佐助动不动就缺蓝，就是因为他频繁发动时空间忍术的缘故。这也不奇怪，毕竟辉夜都会抱怨用天之狱中很费查克拉呢。鸣人战斗意识下降，大家不是一直说鸣人现在都32岁了，肯定变强了吗？但事实上呢，鸣人与宇智波信交手中被捅了一刀，九老妈便嘲讽鸣人对战斗的感觉变迟钝了。事后鸣人自己也承认了这点，因为4战结束后天下太平，各国能接到的任务量骤减，才出现了新时代忍者越来越弱的情况，连普通忍者都没有什么可历练的机会，更别说鸣人了。放眼整个忍界就没有几个和鸣人旗鼓相当的忍者，那鸣人拿谁来练手呢？就算实力有提升，恐怕提升幅度也微乎其微吧。就好比你在青铜局玩了1万把，那也只能提升你对那个英雄技能的熟练度，提升不了你的战斗意识和临场应变能力啊。鸣人对仙人模式更加熟练，在鸣人出村找佐助路上，他感觉有人在跟踪，就一直开着仙人模式警觉着。后面在小樱被信抓走后，鸣人又开启了仙人模式来找小樱，并一直维持到他们到了大蛇丸的研究基地，续航时间大大延长了。就像我上一点所说的，鸣人的战斗意识下降了，但技能熟练度是可以提升的。豆身上的蛇特征与仙人模式无关。很多人觉得豆的仙人模式不完美，是因为仙人豆身上的蛇特征太多了。可是人家不开仙人模式时就是长这样啊，蛇瞳、紫色眼影、蛇鳞皮肤一样不少，身上任意部位都能变成蛇或长出蛇。开启仙人模式后，豆就只有长出龙角，眼白变黑2处变化而已。这和4月的仙人模式是一样的。龙地洞的完美仙人模式就是要长出龙角的。再看看现在这个孤儿院院长豆，他在不开仙人模式情况下，蛇特征也一样没少哦。再次实锤了这些蛇特征不是仙人模式带来的，人家豆就是完美仙人。水化之术加强。水化之术是鬼灯一族的秘术，那是身体变成水，免疫物理攻击，算得上是火影中最优秀的那批辅助忍术了。在满月照耀下的路这个外传中，岸本又给水化之术新增了治疗效果，辅助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蛇丸掌握克隆技术，4战后大蛇丸对永生的探索仍没有停歇。这一时期他已掌握了克隆技术，宇智波信、4月4P 都是他的克隆作品。有了大蛇丸这个先例，那想必就算博人传里出现克隆人人造人，大家也不会奇怪吧。大蛇丸对克隆人的定义就是拥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永远不会消失的影分身。独立人格、自主意识，记住这2个特点，在后续的博人传中也会涉及哦。所以说博人传哪敢吃设定，都是沿用火影里的设定罢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